大家好，我是短毛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胜千金的第4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到基奈发起了个人挑战赛，奖金高达500万日元。这一话视角来到了一华这边，他带我们去警视厅见了一位老朋友。熟悉全院的朋友们可能认识这个叫做竹雅春的男人。他是六镇会馆馆长手下的黑白无常之一，他和古川医院的院长经常会帮六镇会馆处理各种非法事务。这个医院院长在全院 OMG 里也有出现过。话说这两个人的设定早期无非是在调侃急诊空手道的大山贝达有很多黑道性质的操作，这些趣闻呢，早在上世纪基本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所以经常会被各种漫画作品噎踏。这位竹雅春在求道之权时期还是警视长，如今呢已经升职到了警视总监的职位，和刃牙道里的内海总监是一个 level 的了。这个官职呢只有一个名额属于是警察这个系统里最高的等级了，仕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看来当年六镇会馆对战万的斗争应该是取得了大胜啊。扯远了，今天呢竹雅是点名找一华来谈话的。警方的眼目早已经发现了一华和基奈有所来往，但一华呢似乎也早就预料到了上司会来问话，他一脸得意的坏笑着，开始和竹雅打起太极来。久经沙场的竹雅一眼便看出了一华是想捞点好处，他直接提出可以将一华从无名小卒调回以前的暴力对策科。可是如今开了黑拳比赛，又结识了基奈的一华，根本就不在意这种蝇头小利嘛。他开始坐地起价，要求警视厅放任他们姐妹几个搞拳赛敛财的事情。随后更是扬言可以代替警视厅的人帮他们监视基奈的行动。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华要求获得最高的内部浏览权限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全国被隐藏的超危险罪犯名单了。一华的事业呢，也由此将迎来质变，在日后他也会拥有和高层平起平坐说话的资格了。不过究其根源一华感慨道，基奈这个小丫头还真是个价值惊人的筹码呀，连警视总监都不敢怠慢她的事情。难道说警方内部的那个谣言是真的吗？话才说到一半镜头就切到了天马这边。一华那边进展顺利，但天马却在给花奈疯狂泼冷水。这样下去我们组织马上就要倒闭喽。可怜的花奈完全理不清头绪被吓得惊慌失措。大姐你不要开玩笑，我投资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进去明明最近地下拳赛的关注和收益都在稳步上升作为主办方的三姐妹也是靠着这份红利才能出入高档餐厅大吃大喝。但是天马指出，问题的所在就是现在拳赛的头牌选手基奈拳赛之所以会爆火，就是因为他开出了500万的挑战赏金，吸引来了大批的挑战者和观众。可是这些挑战者中完全没有能和基奈一战的人，第2、3场的比赛也完全都是秒杀。之前干劲十足的挑战者们一看情况不妙，马上就跑光了。天马表示，基奈的强大远超出了当前圈子的水平，挑战者们置之不敌，就不会白费时间和体力跑来送死。可怜的花奈此时还抱有一丝侥幸，不要这么悲观嘛，我听说今天的挑战者是前任拳击冠军哦。然后时间就回溯到了第0话，也就是基奈出战的第4场比赛，他还是一如既往不费吹灰之力就秒杀了对手。看着天真无邪的基奈在场上庆祝，天马感觉经营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必须要找基奈谈话了。然后嘴笨的天马就跑去问基奈，你能不能把比赛打得好看一点但是基奈他又不是生意人，他不理解明明观众们都情绪高涨，为什么要做出改变呢？天马表示，大姐这不是观众的问题我们作为主办方收入来源就是菠菜理想的状况是比赛双方实力相近，这样我们才有得赚现在基奈的强度已经突破天际了，观众们闭着眼睛都知道买基奈赢再这样搞下去，我们作为庄家底裤都要赔得不剩了。但更糟糕的是，天马他自己就是一个打比赛极为难看的选手，他也没有办法向基奈说明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改变打法。
更衣室里的气氛越聊越压抑。吉奈不耐烦地直接说道：“哎呀，不要搞那些有的没的了，你们直接找点实力和我相近的人来打比赛，不就好看了吗？比如说天马你就很不错哟。”我靠！吉奈这个臭小鬼居然直接要对天马动手了，看来是长期打秒杀赛压抑了他的战斗欲望啊。还好经验老道的天马躲过了吉奈的攻击，可后者明显已经想到了第3步，他预判了天马躲闪的位置，抬起一脚，被踢到裤裆的天马当场就痛到颜面失痕啊！要知道裤裆对于没有蛋蛋的女性来说一样是打击要害，因为这里的耻骨一旦被击中的话，疼痛将会迅速扩散开来，受害者也会失去行动能力。看着即将要倒下的天马，吉奈丝毫没有要留情的意思，他尖锐的手肘迎头砸下。哇！天马在危机时刻好似开启了拳眼他一个原地转身，灵活地绕开了肘击，顺势再利用回转力还以吉奈同样的肘击。不过呢，非常可惜这招被吉奈轻松地给挡了下来。天马一边退后，一边表示自己才不要做这种无意义的打架呢。而吉奈则是非常的沉迷于天马，还不停地夸赞他，虽然行动挺迟缓的，但实力却非常强劲眼看天马完全没有想搏上一搏的干劲，吉奈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绝好条件你们想不想知道那个神之军士当年开发的秘密武器究竟被藏在了哪里呢？ What the fuck！ 吉奈他居然自爆了，这不是实锤了是他偷走了组织的武器吗？吉奈又露出了那令人胆寒的笑容，向天马说道：“要是你打赢了我的话，就什么都知道了哟，来成为救世主吧，天马小姐。”本话结束。